老铁们放慢脚步，且听精彩娓娓道来。2025最新恐怖片《食人屠夫卡尔登克》。本片定位为恐怖片，但其实更像是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传记恐怖片。屏幕上的这段字幕来自1925年德国法医病理学家弗里德里希·皮特鲁斯基所鉴定的文字。他拥有法律权威，意思是归根结底，我们不应将卡尔登克视作可憎的怪物，而应看作一个不幸之人。他不过是依照自身存在那永恒、严酷且粗粝的法则，被迫完成了生命轮回。随后我就在网上搜索卡尔登克的资料，这才发现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人物，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连环杀手兼食人犯。法医专家弗里德里希·皮特鲁斯基在1925年案件审理期间做出了以上这段评价，体现了司法鉴定中对犯罪心理的早期探索。那么这起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最后结局又是如何？咱们拭目以待。话说在1925年12月21日，流浪汉大傻开心地从乡村来到了城镇，他没有什么钱，就不停地伸手乞讨。这里的人都很善良，有人给他零钱，有人没有带零钱就给他指出，在街边的转角有个叫卡尔登克的屠夫，正在找人干活，还提供食宿。大傻一听还有这好事，就赶紧来到了卡尔的店里。卡尔招人的一个前提就是对方是否会写字。大傻表示自己会写简单的文字和名字，卡尔就把大傻让了进来。随后卡尔就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大傻的名字，还有体重，以及原来大傻的职业。他曾经是一名木匠。卡尔表示自己的兔子笼需要修理，然后就拿纸笔给大傻，让他重新写一遍刚刚回答的那些问题。Adolf, du fetter Wanst. Bist du wahnsinnig? 一番打斗之后，卡尔失策了。他万万没想到大傻是那么的能打，还被大傻打得求饶。还好大傻就是个平常人家，不想下狠手，于是就报警。随即卡尔就被警察抓住。此时的卡尔还在桌子旁浑身发抖，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Ja, das ist er, Karl Denke.Erschlagen wollte er mich, erschlagen! Ist gut, ist gut, wir haben Sie verstanden. 警长对他感到很好奇，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10几秒之后，卡尔恢复了常态，然后被抓进了拘留室。临走之前，卡尔想带着音乐盒走，警长同意了。不久，警长告诉卡尔，他被正式拘捕，明天市政厅将会召开关于他的听证会。卡尔内心有些害怕，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竟然会被抓捕。他开始自言自语，他想着怎么对付即将到来的审问。他自认为没有留下什么有力的证据。到了第3天，警长开始提审卡尔。警长的饭儿挺足，卡尔也是看傻了。他琢磨怎么才能逃过这一劫。警长茶水喝饱，开始做笔录。大傻对于自己身份的那些基本问题都做了一一回答，但是关于他父母的那部分，卡尔坚称自己不记得了。警长反复询问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警长就不再纠结，随即正式进入审问。首先就问卡尔为什么要杀了大傻。卡尔狡辩自己被流浪汉给袭击了，流浪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抢劫，他只是自卫而已。警长就直接指出卡尔就是想用定镐杀了大傻。卡尔否认，因为大傻比他强壮，他怎么可能去杀大傻。警长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带有血迹的笔记本，那是卡尔的。卡尔开始紧张了，因为笔记本一直存放在店里，这说明警察已经把他的店里翻了个底朝天。接着警长就开始询问，笔记本里记录的都是些啥，因为上面有30个人的名字，而且都是外地人。卡尔就狡辩那些都是他远方的朋友。警长当然不信啊，卡尔就想洗把脸清醒一下。警长同意了。然而卡尔在照镜子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是怎么杀死第一个人的。当时大壮也是一名流浪汉，卡尔也是谎称自己在招人，大壮就这样被骗了进来。然后卡尔拿出纸笔给他写简历。Kannst wohl nicht selbst schreiben, was? Schwachkopf. Schreib. 第一次很顺利，一击就搞定。随后他开始处理大壮的尸体。本身卡尔就是一名屠夫，在镇子上卖肉的，所以他干这些事情轻车熟路。他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大铁盆，然后把大壮放了进去。他要在那里肢解大壮，那样番茄汁就不会乱流。接着把大壮胸前的衣服扒掉，用尖刀先是割断大壮的颈动脉缝隙，
他一边吃着肉汤，一边用勺子接点新鲜的番茄汁喝，他觉得美味无比。吃的差不多了，就割掉大壮的乳头，再把大壮胸前的一块大皮肤割了下来收藏。接下来就开始肢解大壮，此处省了300字，画面过于残忍。处理完后，卡尔就把猪下水放进了袋子，他为了得到内心的平静，就给音乐盒上了发条，然后就把大壮的胸口那片皮肤放在自己的身上安静的睡去。到了第二天，他清理干净后，发现捕鼠笼子正好抓了一只小老鼠，他用刀弄点人肉给老鼠吃，随后拿了捕鼠笼子以及那袋子猪下水来到了湖边，他放走了小老鼠，然后把猪下水丢进了湖水里。警长打断了卡尔回忆，让他回到桌子前，两人继续开始了问询。尽管卡尔不回答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是警长一点也不着急，接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被卡尔收藏的小物件。卡尔当然知道那些都是被害人的随身衣物，卡尔就谎称那些都是朋友留下的。警长就发火了，他当然知道卡尔在骗他，问题是卡尔还记得每块布的主人是谁。接着警长又拿出一个小木盒，里面都是人类的牙齿。警长让卡尔解释这些牙齿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卡尔继续狡辩说是从牙医那里搞来的，卡尔也不反驳。接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些细长条的薄片，卡尔赶紧表示那些都是流浪狗皮晾晒的。警长直接否定了他的说法，明确告诉他警方已经知道这些都是人皮。说到这里，卡尔就回忆起他是如何制作这些东东的，因为此处较为恶心，就省略100字。他吃不完的肉都被他用盐腌制下来。就在这时，房东艾琳来找卡尔购买狗肉。没错，卡尔一直对外宣称除了猪肉以外还偶尔卖狗肉，此狗肉就是那些受害人身上的肉。艾琳特别好这一口，今天还特意多买了一些拿到婚礼上烹饪食用。另外提醒卡尔，他杀狗的动静太大了，周围的住户已经投诉他，希望他在上午的时间杀狗，不要到晚上再去干。卡尔当然答应了。会议结束，警长就拿起小册子翻看，其中有一个名字被划掉了。警长就好奇地问为什么要划掉，卡尔就解释了。machte die Fleischsuppe. Armer Kerl, hat mir alles erzählt. Wurde geschlagen, als Kind, von seinem Vater. 其实卡尔只讲出了事实的一半，本来卡尔是要杀那个人的，然而那个人跟他有2个相同点，一个是非常喜欢吃卡尔家里的肉汤，这块肉汤简直太美味，连续吃了3碗。另外一点就是跟卡尔有相同的儿时经历，他们都被父亲在儿时虐待过，好几次卡尔举起了定稿，最终卡尔放过这名流浪汉，这也是卡尔唯一放生的人，而且还是让流浪汉吃饱了人肉汤，并且带着零钱离开的。警长一看暂时问不出啥，就把卡尔送回监舍。卡尔在这里就想起了他为什么会杀人吃肉，原来他看见了圣经里有一段话，他不明白就问主教。 Ich bin auf eine Bibelstelle gestoßen und jetzt kriege ich sie nicht mehr aus dem Kopf. Hier Johannes 6, 55. Denn mein Fleisch ist die rechte Speise und mein Blut ist der rechte Trank. 随后主教还解释了一大堆，但是他最终还是误解了这段经文，这也成了卡尔做这些坏事的理论基础。对他来讲就是2个字：救赎。到了下午，审讯继续开始，卡尔照旧不说，还跟警长探讨那段关于血与肉的教义。Wer trinket mein Blut? Und esset mein Fleisch. Tempo! Der ist in mir und ich in ihm. Versuchen Sie Gott anzueignen. Versuchen Sie Gott zu essen. Versuchen Sie Gott zu werden. Herr Denke, reden Sie! 气得警长大声的呵斥，最后把警长也搞烦了。他表示无论卡尔是否承认，卡尔都将会被处死，因为警方收集到的证据足够判处卡尔死刑的，他也只是来例行询问而已。就在这时，一名警察走了进来，他给警长送来一份文件。警长仔细浏览完以后，就问卡尔，艾玛这个女人是怎么死的？原来警察在外围调查时发现了镇子上的居民艾玛在几年前失踪，现在警察严重怀疑艾玛的失踪跟卡尔有着莫大的关系。卡尔一听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下来，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艾玛的女人非常的喜欢自己，她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停地抛媚眼，邀请卡尔跳舞，非卡尔不嫁。他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当中，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艾玛是个很热情的人，见到人会主动打招呼。于是卡尔有了暗恋艾玛的想法，在多次拒绝后，他就尾随艾玛，想逼着她同意。一番追逐之后，卡尔把艾玛的晕了，不久艾玛醒来，他也不傻，为了活命就假装跟卡尔谈恋爱。然而卡尔最终还是掏出一把匕首杀害了艾玛，拿走了艾玛手上的戒指，然后肢解了她，
卡尔回忆完毕，他照旧不肯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警长在抽屉里拿出了很多人的护照，护照上面的名字就是笔记本上的名字。随后卡尔被送回了监舍，他知道怎么样都会被处死，于是就利用监舍墙上的铁链，从身上拿出手帕卷起来，然后把手帕套进铁链里，做了一个绳套，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祷告，笑嘻嘻地把脑袋伸进绳套里。卡尔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我认为本片拍摄还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卡尔登克是1925年德国食人魔案件的主犯，警察在他的公寓里搜出了腌制的人肉、受害者的衣物和账本，上面记录着以猪肉名义贩卖的人肉数量，账本上面记录了30名受害者，最后官方确认都是遇害者。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